你听过会说话还脸红的菜单吗？而且这个菜单已经活了1000多年。凯尔文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来到了异世界。更厉害的是，他把自己的记忆都献祭了，换取了能力。他的职业是召唤师等级才1，他的这个菜单还特别会聊天。首要任务是得去当地的冒险者工会注册一下。菜单小姐透露，她是因为某神的失误才会死的。那位神只好求助于馆转生的女神梅尔菲娜，也就是现在的菜单小姐帮她收尾。没想到她前世一见钟情于梅尔菲娜，选择技能后就向女神表白了，还死皮赖脸要求和她签订契约。正好女神也正想休个假，于是就动心变成了菜单小姐。这段告白的往事让凯尔文脸红的不行，他之前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呀？这说明梅尔菲娜的长相完全是他的菜，他开始好奇她到底长啥样。可惜他现在还是个初级角色，要实体化梅尔菲娜还差得远呢。冒险者工会里人声鼎沸，凯尔文走到前台准备注册，正当他要填写职业时，被菜单小姐叫住了。因为召唤师在这个世界极为罕见，各国都可能没有一个，公开身份可能会招来麻烦。于是凯尔文改填了绿魔导士这一职业。填好资料后，凯尔文拿到了 F 级的冒险者证。前台小姐耐心介绍了冒险者的流程，工会会根据等级分配任务。凯尔文现在是 F 级，只能接 F 级任务，虽然也能尝试更高级的，但失败了得赔钱。连续完成10次任务就能升级，但 C 级以上的升级需要通过考试。现在他可以选择的任务有3种，要么去打史莱姆采草药，或者找猫。菜单小姐建议他先去打史莱姆，顺便练练召唤术。花光了身上的钱买了一根能用的法杖。凯尔文兴奋地开始了他的冒险生涯。他很快就在外面遇到了3只蓝史莱姆，因为他拥有 S 级的鉴定技能，能鉴定出远超自己等级的生物和 S 级以下的物品，自带基础搜索功能。要让史莱姆归顺，得先得到他的认可。如果跟怪物沟通不了，就得先攻击降低他的血量，然后施展契约魔法，怪物就会同意了。凯尔文一抄木杖冲了上去，突然变身近战法师出现。原本以为史莱姆这种弱鸡谁都能轻易搞定，结果却被他灵巧的动作现场上了一课。紧接着就有了史莱姆初期驯服人类的经典画面，那家伙动作太灵活了，凯尔文费了好大劲，好不容易只让史莱姆掉了2滴血，然后顺利开展契约仪式。史莱姆变成光芒融入了凯尔文体内，给史莱姆起了名字之后，他感觉到了史莱姆传来的快乐。作为召唤师，他能感知到召唤物的心情，看起来这只史莱姆还挺能享受被驯服的，明明被硬收服了还能这么高兴。召唤出来的史莱姆不仅变脸了，还长大了。史莱姆本来就是通过吞噬同类变强的，于是凯尔文带着新伙伴去挑战其他史莱姆。这次史莱姆跳来跳去，成功吞掉了一个同类。S 级召唤术可以给召唤物加成100属性，难怪这史莱姆这么开心被契约，换谁不高兴啊？凯尔文这才明白为什么召唤术这么关键，而且他掌握的还是最顶级的 S 级。有了史莱姆的帮助，凯尔文顺利完成新手任务，拿到了报酬。在找旅馆的路上碰到奴隶商在交易，还看到了超稀有的半精灵。面对精灵美女，凯尔文只是笑笑就走了。找到旅馆，品尝了老板娘的拿手菜。凯尔文和菜单小姐的异世界冒险正式开启，每天从工会领任务，他和史莱姆的等级也在稳步提升。靠着技能点倍化和成长倍化这2大天赋，他在升级时获得了巨大的加成，拿到了100技能点。为了保持异世界生活的平静，他决定隐藏自己的技能。完成10个任务后，凯尔文顺利晋升为1级冒险者。他经常接超级任务单打独斗，这让负责他的前台小姐相当担心。凯尔文其实不是不想组队，但组队的话，他的真实身份可能就会曝光。已经有人开始注意到他了，甚至开始怀疑他可能是个来历不明的魔法师。一旦晋升到1级，凯尔文就得开始接手地级任务。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一看就挺可疑的金发男子，他向凯尔文推荐了一个黑灵骑士的任务。凯尔文还不太清楚情况，但工会的人都清楚这个金发的卡修尔是个什么角色。他明明有 B 级的实力，却喜欢留在 D 级欺负新人。其他冒险者因为他的实力不敢明目张胆反对，只能私下里抱怨。卡修尔热情地邀请凯尔文加入他的队伍，一起去挑战黑灵骑士。前台的小姐很着急，虽然是D级任务，但报告显示那个骑士异常强大，对刚升到1级的凯尔文来说风险太大。凯尔文本来就没打算和别人组队，但这家伙实在太热情了，明显就是看准了他。凯尔文用鉴定技能检查了卡修尔之后，发现这家伙的能力不比史莱姆差，还有一个杀人鬼的称号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善类。这种机会摆在面前，怎么能放过？于是凯尔文提议比一比，他独自接下这个任务，看他和卡修尔的队伍谁能先完成。目的达成了，卡修尔立刻去和一个拥有 C 级鉴定技能的伙伴联系。他的同伙注意到凯尔文至少有 C 级以上的隐藏技能，这个队伍果然是专门虐待新人的畸形团体。等到卡修尔他们到达任务地点时，惊恐地发现所有怪物已经被消灭。换了新装备的凯尔文出现了，黑灵骑士就在后面的大门后面，但凯尔文并未发起攻击。卡修尔以为凯尔文害怕了，想要和他们合作，没想到凯尔文根本不掩饰，直接摊牌了。
卡修尔不就是来找他的吗？快点解决掉这事，他要去挑战 BOSS 了。卡修尔一看计划暴露，直接乱了阵脚。什么？你已经知道我们是通缉的赏金猎人了吗？凯尔文一听，哈，还有这种意外的好处，那更不能就这么放过了吧。于是对方挥拳朝凯尔文砸来，脚一沉就感觉不妙了，直接掉进凯尔文布置的泥沼陷阱里，挣扎的越厉害，沉得越深。凯尔文趁乱抛出了锋刃，这一下吓得另一个伙伴尿裤子。他才跑出门来就被巨大的史莱姆堵住了路，没想到会有一天被个巨史莱姆追得满街跑，伙伴没地方逃，只能慌乱地跑回来。就在几天前，这史莱姆经历升级变成了个暴食兽，这家伙是传说中的魔王级怪物，一巴掌就把伙伴拍成血泊，然后把挣扎的壮汉绑成粽子。一场因为穷酸没法上演的战斗过后，凯尔文用木棒打得卡修尔鼻青脸肿，毫无压力的结束战斗。接着凯尔文推门进了 BOSS 房，面对的是黑灵骑士杰拉尔，对手级别53，看着各项属性都超高。凯尔文看得心潮澎湃，当场介绍自己，称自己是世界第一的召唤师，宣布要把他收为伙伴。这时候气势汹汹的黑灵骑士杰拉尔竟然拉着凯尔文坐下来聊天，大家一见面就打我，还没遇到愿意聊聊的。你愿意跟我说话真是太好了。其实我原本是个忠诚的骑士长，怎么变成魔物我也记不清了，也不清楚有什么留恋，反正就守在这城堡。说着还热心的掏出糖果招待。凯尔文一时愣在那，不自觉把糖塞进嘴巴，才觉得这糖怪怪的。这糖你存了多久啊？杰拉尔也没想到凯尔文会真吃，我就随便一说你真当真了。凯尔文气得用糖砸他，今天这是非得打一架不可。旁边服务员赶紧提醒他还有契约，杰拉尔爽快的一口答应。他效忠的王国已经不在了，效忠新的王也未尝不可，但他得先看看凯尔文的实力。于是现场变成了3D 街机格斗，这制作虽然简陋，但3D 效果意外的还不错，因为有了心眼技能，史莱姆的偷袭全被杰拉尔一一挡下。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手，凯尔文使出了封压巫术，这招让杰拉尔动弹不得。突然插入的回忆环节，原来杰拉尔曾是个农业国的骑士，有一天来了个精灵使者，名叫吉尔德拉，他让他们帮忙对抗神皇国。虽然国王拒绝了合作请求，但随后国内爆发了未知疾病，临终的妻子把女儿交给了他，带着女儿逃离，但女儿也没能逃过一劫。他过世后变成了黑灵骑士，唯一的愿望就是为国家复仇。这份坚定让杰拉尔打破了封压限制，他疯狂地向凯尔文发起攻击，凯尔文也毫不退缩，在史莱姆辅助下用强力光魔法击穿城堡。第二天，凯尔文拿着黑灵骑士的铠甲部分回到工会，向大家展示他完成了任务。不止这样，还把卡修尔绳之以法。凯尔文马上受到了冒险者的热烈欢迎，任务评价远超地级，因此特别允许他晋级。会长还亲自准备了礼物。凯尔文并没有杀掉黑灵骑士，反而和他签订了契约，成为伙伴。3个伙伴在脑海中你争我吵，即便是凯尔文也应付不来。两人辩论间，凯尔文遇见了工会会长，一个风度翩翩的老先生。少年因失忆穿越到异世界，成了顶尖召唤师，没想到自己的真实身份被识破。凯尔文的行动让他迅速晋升为地级冒险者，在工会中也声名鹊起，这自然引起了会长里昂的注意。他的一级鉴定技能和话术识破了凯尔文的伪装。凯尔文不是普通的冒险者，而是来自异世界的召唤师，但他并不想成为凯尔文的敌人，反而想和他建立合作关系。他早已知道卡修尔不是好人，但由于对方是贵族手下留情，凯尔文及时出手帮大忙了。里昂还分享了个关键消息，神皇国德拉米斯也召唤了勇者，他们也来自另一个世界。德拉米斯的女祭司在接收到神谕后开始召唤勇者，因为恶魔即将觉醒，可能是受这个影响，整个大陆的怪物变得更凶猛。勇者强大，但也保护不了整个大陆。如果魔王真的复苏，勇者应该集中力量去对付魔王。因此里昂希望凯尔文帮忙清理怪物。现在他们所在的城镇，能接手 B 级以上任务的人寥寥无几，他会给凯尔文足够的报酬和支持，还可以特批提高他的等级。凯尔文隐藏了他是召唤师的事实，显然是不想卷入贵族的争斗。如果凯尔文同意帮助工会，他会优先保障凯尔文的自由，帮他在冒险者界更上一层楼。最终凯尔文和里昂正式敲定了协议，回到旅馆被老板娘热情迎接，瞬间晋升为 B 级冒险者。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实力超群的新星。拿着午饭回房间，菜单小姐跟凯尔文聊起勇者的事。不久前神皇的女祭司进行了异世界召唤，作为掌管转生的女神，她选了几个条件不错的帅哥美女传送过来。勇者和魔王异世界的常规剧情，当然这和他没啥关系。凯尔文从史莱姆那里拿出钱袋，离开前让老板娘准备双份晚餐。没错，他打算去买奴隶，当然不是为了干不可告人的事。受盾勇启发，凯尔文想买奴隶当队友，不是老婆，尤其是上次遇到的那个女孩让他挺在意的。和奥拉尔，也就是那场和黑灵骑士的惊险战斗，所以他想增强自己的战力。如果未经主人同意，奴隶不能用技能点。他正想找的是那种没动过技能点的，能在后方提供支援的奴隶。走进之前来过的小巷，一个男人全身着火冲了出来，大叫着：“这种被诅咒的奴隶谁敢买呀？”
凯尔文目光落在笼中的金发半精灵上，奴隶商看上去头大无比。这位奴隶身上承受着重重的诅咒，凡是接触到的都能被焚烧。凯尔文用鉴定眼看出他身上有火龙王的诅咒的 buff， 但他的技能点还完全未动，这让凯尔文更加动心。于是他去问菜单小姐，得知一个级白魔法神之救赎能解除这诅咒。凯尔文朝奴隶看了一眼就走了。日落西山，即将黑夜，奴隶商人抱怨个不停，正埋怨这精灵根本卖不掉。凯尔文转身回来，拿出钱包买下了它。从今往后，凯尔文是他的新主人。这位精灵名叫艾菲尔，小时候就被卖作奴隶。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也摸不清自己身上诅咒的来源。他对凯尔文表示感谢，但他不想再让自己伤害任何人。凯尔文温柔地抚摸艾菲尔的头，手却并未被烧伤。他解开了他的束缚。虽不清楚艾菲尔曾经历何事，但他誓不让他再受一点伤。他主动握住了艾菲尔的手。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，他用剩下的技能点提升了自己的白魔法到1级，并用神之救赎驱散了火龙王的诅咒。艾菲尔不再因为诅咒而伤人。艾菲尔抱着凯尔文的手，泣不成声。他终于从这无尽的火焰中解脱。凯尔文带着艾菲尔回到了旅馆，晚饭也恰好准备好了。但在吃饭前，老板娘带着艾菲尔去打扮一番。当凯尔文饿到不行时，艾菲尔换上女仆装出现在他面前，美得让凯尔文目瞪口呆。吃完晚饭后，凯尔文把自己的职业还有合作伙伴都介绍给了艾菲尔。为了让他能一起加入冒险者的行列，他教艾菲尔如何利用那些还没用的技能点。他学了加倍技能点和成长速度加倍的技能，剩下的技能点就让艾菲尔自己来分配。一切进展得很顺利，但是出了点小状况。客栈里面没有空房了，所以艾菲尔只好跟他挤在同一间房。看着这个精灵美少女安静的睡脸，真的是太可爱了，搞得他一夜都睡不着。加入队伍1个多月后，艾菲尔把他的技能全部都用在了弓箭和远视上，升级之后还掌握了缝纫这门新技能。他现在穿的是自己做的战斗女仆装，还有高级弓术配合红魔法，加上火龙王的保护，还创了一招新技能，名叫极炎之剑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已经完成了9个任务，只要再完成1个任务，就能参加考试升级成为级冒险者。艾菲尔在短短1个月就从新手升到了 C 级。上次模拟战考核的考官差点被他的箭射中头部。前台的安杰和艾菲尔约了明天去吃甜品，顺便也拉上了凯尔文。还好菜单小姐昨晚说要去完成使命，会暂时离开。如果那位自称是正宫的女神看到凯尔文约会小姑娘，肯定会唠叨个不停。艾菲尔打扮得很漂亮，让凯尔文跟她在一起都感到心跳加速。2个美女加1个男的坐在外面吃甜品，2个女生竟然还主动喂她吃蛋糕。有点小名气的凯尔文很快就被街上的人认出来了，看到他竟然同时约会2个美女，享受美好时光，旁观者立刻开始八卦起来。哇，真是热闹非凡！凯尔文想要解释，但越说越乱。突然，他们的桌子被人一脚踢翻，一个专门给主角增加戏份的角色登场了。金发胖子是多莱森国的第3王子塔布拉，他依靠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。塔布拉嚣张的要凯尔文把2个女孩让给他。抢主角的女人可不是好主意，凯尔文轻松把2个地级侍卫打飞了，塔布拉被定在那儿动不了，吓得直哆嗦，问啥答啥。他原本是来找工会会长里昂的，听说这里出了个牛逼的冒险者，他们国家讲究实力至上，结果他自己真是弱到爆，想把那个冒险者招到自己麾下。真是巧啊，塔布拉要找的就是凯尔文。凯尔文当然不乐意，一招把塔布拉打晕，然后高高兴兴的继续去吃点心。神荒国的大教堂里，巫女正虔诚的祈求女神梅路菲娜显现，突然雕像亮起来，女神出现了，给了他们神谕，然后把勇者们派去西大陆的帝国，但是不让他们靠近帕斯，把勇者的训练交给巫女，女神就走了。勇者们冲进来看个究竟，只见巫女像痴汉一样抱着水晶球，女神还特意让勇者们离凯尔文远点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段时间艾菲尔趁机接近凯尔文。没错，艾菲尔向凯尔文告白了。他因为诅咒不能和人接触，凯尔文教他怎么温暖的与人相处。他最爱的人就是他的主人。被甜美的女孩子半夜告白，哪个男的能忍得住？凯尔文差点就吻上艾菲尔了，但最后还是忍住了，只是抚摸着艾菲尔的头安慰他，心想得赶紧买房子分开住，不然他早晚得出问题。我记得在漫画里，他们俩的事情可是挺过分的，制作组居然这么纯洁。第2天菜单小姐回来了，还带回了勇者的详细资料，这让凯尔文有点失望，看起来也没多强，都被召唤了，等级还没破100，这效率也忒慢了，都搞不好打不过魔王呢。艾菲尔才用了1个月就升到38级了，凯尔文现在已经42级了。大家都在屋里忙着整装备，忽然老板娘来敲门说工会长找人。
有冒险者在地级迷宫隐者之前窟找到了恶魔的踪迹。恶魔跟龙天使是顶尖的存在，尽管已经封印了，还是不可大意。恶魔的力量真是个谜，可能是个 S 级的任务哦。恶魔之间实力差距很大，就算是低级恶魔实力也有 B 级，对凯尔文这是个大挑战。这时里昂忽然聊起多莱森王子被打的事，真不知道是哪个胆子大的把王子揍了。你知道解决这事的多困难吗？那这次任务你打算接吗？凯尔文一跃而起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手里有了点把柄。凯尔文带队来到了迷宫附近，那儿已经聚集了好多冒险者，魔法师们正在给封恶魔的房子加强结界。房子下面有个密道，凯尔文他们下去查看，走了老半天，什么魔物都没有见到，甚至连点生命迹象都没有。很快他们就到了一扇大门前，门内传出了2种气息，一种恶魔的气息虽弱，但另一种极其危险。凯尔文把门推开了，房间里的情形真是诡异，地上尸鬼堆积如山，一位红发恶魔少女正被困在祭台上沉睡，另一个恶魔从尸鬼中站起来迎接他们，是个高级恶魔比克托尔。凯尔文心里直叫糟糕，连低级恶魔都有 B 级实力，高级恶魔只会更强。比克托尔一挥手，大门就关上了，房间被一片诡异的绿光笼罩。祭台上的红发少女，她正是恶魔之王古斯塔夫的宝贝女儿。比克托尔故意让一些目击者逃走，还把周围的魔物都给清理了个干净，目的是为了把人类强者引过来，因为只有人类能解开少女身上的诅咒。但比克托尔并不是想让凯尔文解封印，他的真正目的是吞噬他们。说完就向凯尔文猛扑过去，还好奥拉尔及时举盾挡住了。比克托尔的恶噬技能能够吞噬掉被吃者的技能，他打算释放魔王的女儿，然后吞噬他，获得强大力量，自己成为新的魔王。面对 S 级魔物，凯尔文一点也不怕，反倒是激动的不行。奥拉尔摇头说这是凯尔文的坏毛病，每当陷入绝境面对强敌时，他总是激动的笑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主角完全是个战斗狂。恶魔轻轻一个响指，无数骷髅兵向凯尔文冲去。凯尔文不屑一顾的笑了笑，这些区区 B 级魔物也敢来显摆，作为战斗狂的他，这点小兵怎么可能满足他？和杰拉尔配合的天衣无缝的消灭了骷髅兵。凯尔文现在激动的像小孩子一样，恶魔重拳砸地，整个空间顿时被浓烟笼罩。恶魔趁着烟雾钻地前行偷袭，好在杰拉尔已经掌握了他的气息，在恶魔偷袭几乎成功时举盾阻挡。但对于以速度著称的恶魔，全身盔甲的杰拉尔不占优势，而且这还远不是恶魔的全速。恶魔突然甩手，他的手臂瞬间伸长消失在烟雾中，凯尔文刚好避开了手臂的偷袭。恶魔突然张口出现在他背后，凯尔文大喊一声，一坨史莱姆粘在了恶魔的手臂上。凯尔文趁机用禁咒把他定住，同时为杰拉尔的圣剑进行加持，但恶魔却嘴角上扬，左臂悄悄从地底伸出，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凯尔文背后。凯尔文也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你才是中了计的那一个。隐身中的艾菲尔突然发出一剑，恶魔连忙用手挡住，他的手臂被熔岩般的火焰石化，杰拉尔的剑气呼啸而至，直接将其左臂斩断。目标已经达成，凯尔文迅速下令队伍先撤退。尽管伤势不轻，恶魔仍旧狂笑起来，没想到能逼他到这种地步，现在他要拿出真正的力量了。一团黑雾突然将恶魔全身包裹，凯尔文感觉情况不妙，立即指示队友打断恶魔的变身，但他们还是慢了一步。恶魔完成了2次变身，仅凭肉体就挡下了所有攻击，深切感受到了敌人的威力。凯尔文立即做出决策，命令杰拉尔将忠诚技能开到极限。恶魔轻而易举地冲破城墙，直冲杰拉尔而来。杰拉尔成了他们的最后防线，他必须坚守，否则大家都没戏了。不可否认，凯尔文他们的团队配合得太好了。近战的杰拉尔前线抵抗，远程的艾菲尔提供火力支持。趁着恶魔陷入混乱，史莱姆从魔法阵中弹出，带着诅咒的剑雨猛砸向恶魔。这些是凯尔文锻造时失败的产物，没想到此刻派上了大用场。一番猛攻之后，恶魔被迫恢复到最初的形态。凯尔文、艾菲尔和史莱姆紧追不舍，3束彩光同时向恶魔轰击，回头瞥了一眼身后的恶魔公主，恶魔主动冲上前挡下了那一击，他被猛烈地砸在了祭坛上，地宫因为巨大的冲击开始崩塌，眼看着一根巨柱向祭坛倒下，恶魔用尽最后一丝力量替公主挡下了致命一击。这场战斗的胜负已经明了，恶魔输了，他从未真的想过要吞噬公主成为魔王，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凯尔文全力以赴。很多年前，他作为魔王的部下负责照看公主莎拉，为了避免敌人抓住弱点，魔王总是把莎拉隐藏在一座庄园里，很少有机会去看她。莎拉被困在那座孤立的庄园中，只有恶魔在一旁守护和照顾。但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太久，英雄冲进了魔王的城堡，敌军压境，城堡岌岌可危。恶魔本想上战场，但魔王命令他留下继续保护公主。一旦莎拉的存在被外界知晓，他就会成为各方势力追杀的目标。因此，魔王为莎拉施加了只有人类才能破解的咒语。相较于恶魔，人类脆弱多了，这样即使被人类发现，也能保证他的安全。
去。一旦魔王死去，一种魔法便会启动，把莎拉转移到封印之地，希望她能在未来的和平时代过上平静的生活。守护莎拉的恶魔一直在等待，等待英雄死去，等待和平的到来，等待莎拉成为新的魔王。但现在这一切都无法实现了。恶魔请求凯尔文收莎拉为伙伴，他发现凯尔文是个召唤师，而且非常得到魔物们的信任。莎拉此刻已经清醒过来，解开封印，他就能睁眼了。他也在听他们俩的对话。凯尔文打算把恶魔也纳为伙伴，这样就可以治疗他的伤了。但是恶魔却拒绝了，他只忠于魔王一人。他想在走之前让莎拉见识真正的世界。恶魔终于停止了呼吸，凯尔文解除了莎拉的封印。知道真相的莎拉抱头痛哭，魔王为她留下了可以隐藏脚和尾巴的伪装发夹。凯尔文扶起这位可怜的女孩，把莎拉带回了地面。这场战斗结束了，杰拉尔也成功进化到了80级。莎拉从未离开过那座宅邸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，很快就融入了这个新团队。任务完成后，凯尔文被提升为1级，在小酒馆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宴，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。凯尔文半夜醒来，发现莎拉不见了。莎拉坐在门外，回想起与恶魔共度的日子，外面的世界正如恶魔所描述的那般美丽。他决定去看看大海，探索更多的地方，在他父亲和恶魔留给他的世界里好好的生活下去。魔王之女成功加入了队伍，击败了恶魔比克托尔后，凯尔文将前魔王之女纳为伙伴。此后，凯尔文的锻造和艾菲尔的裁缝技能都提升到了 S 级。他将比克托尔的遗落装甲改造成了莎拉的新护甲，艾菲尔也为莎拉制作了护甲披风，杰拉尔得到了一把新的魔剑。凯尔文这2天真是忙到不行了，躺在史莱姆上就盼着赶紧睡个好觉。艾菲尔体贴的去做饭了，问他想吃点啥。凯尔文突然坐起来，他真馋那碗大米饭了。可惜这个奇怪的世界哪有米饭？凯尔文想的都快疯了，带上小伙伴们直奔传说中有类似米的食物的水国朵吉拉，顺路实现和比克托尔的约定，带莎拉去看看世界吧。上次庆功宴后，菜单小姐就又一次消失了，她原来是神，所以凯尔文召唤不了她。为了保密神的真实身份，他决定暂时离开，寄宿在他分身的机械体中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凯尔文很快能召唤到他，而且他的外表也没变。凯尔文有望再次迷上他。凯尔文身边突然多了2位美女，难怪梅露菲娜心急火燎。莎拉觉得从刚才起就有人在暗中盯着他们。话刚说完，一位女士突然冲到路中央，拦住了马车，手下们一个个从树上跳下来。我们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黑风盗贼团，把财物和女人交出来。你们这种出场真是够呛，稍快点的车都能把你们甩飞了。当然，对司机这样的普通人来说，威胁还是挺大的。朵吉拉的确有黑风盗贼团，但应该早被多莱森的1级冒险者给剿灭了。凯尔文开启了他的鉴定眼。这帮家伙都是20-30级的小角色，真没意思，莎拉来处理吧。为了不让场面太血腥，凯尔文没让他用武器。75级的莎拉轻松就把盗贼们打趴下了。尽管被抓，女人们还不认输，这算哪门子事儿？他们头的实力可是高达70级的。这立刻引起了凯尔文的兴趣。莎拉一边笑一边走到那女人跟前，就多聊聊嘛。这场小混乱过后，他们终于到达水国朵吉拉了。莎拉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大海。只是那个约好教他游泳的恶魔不在了。莎拉笑着让凯尔文来教他游泳，2个女孩开心的闹腾。凯尔文也想赶紧放松一下，不过他们还有些事得先处理一下。忽把那些盗贼交给了当地的冒险者协会，协会长密斯特和里昂都曾是队友。他早就听说过凯尔文的英雄事迹，关于黑风盗贼团的背后其实还有些内幕。多莱森地英雄克里斯托弗在消灭黑风盗贼团后，竟然自己接手了他们的名号。现在他以英雄的身份进行着走私活动。克里斯托弗在朵吉拉胡作非为，他虽然是多莱森的英雄，贸然动手确实可能引发2国的冲突，所以这事儿得慢慢来。对70级的小喽啰凯尔文也提不起劲。这时他突然察觉到了什么，通过队伍的内部通讯问莎拉，城里有没有发现一个大约50级的4人小队。得到肯定回答后，凯尔文笑了笑，那就让勇者大人来处理这件事吧。没错，勇者们也来到了朵吉拉，听说城里有盗贼团，那位直来直去的勇者立刻准备去除害。他们其实是来找去西方王国的船的，作为勇者总得帮帮人吧，把打倒盗贼团的任务交给这些正义的勇者，这样多莱森就没借口来找麻烦了。但凯尔文的计划不只是这些，如果全让勇者来打他，还玩个啥？没错，他带着小伙伴先行一步，直接打到了黑风盗贼团的老巢，及时救出了一对差点遭人欺负的母女。因为抓住了一些重要的干部，克里斯急忙召回了他的队友开会，他们实际上是假扮盗贼，抓人令是从多莱森那边下达的。会议还没讲到一半，凯尔文带队突然闯了进来。克里斯见状马上意识到有人闯入，心想这次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一场战斗了。谁知凯尔文笑得更加狡猾，
他根本没打算开打下一步，不过是在正菜上桌前，先把用过的脏盘子洗一洗。等勇者们找到盗贼的时候，那里的盗贼已经被凯尔文清扫一空，一路上连盗贼带尸体一个都没看见。事情进展的太顺利，有点不正常。莎娜通过感觉察觉到某处人多，一闯进去，发现居然有个巨型史莱姆。刀哉正准备拔剑施展神圣之剑，被凯尔文救出的小女孩气势如虹地挡在史莱姆面前。她说这是救他们的大哥哥的宠物，她不允许刀哉伤害她。小女孩的妈妈赶紧上前解释，得知他们是勇者后，她请求勇者帮忙救出其他冒险者。盗贼还有好几十个干部都很厉害，单凭那位冒险者根本不是对手。刀哉二话没说，直接冲向最深的房间，门一推开，黑风的干部已经倒在地上。勇者们并不认识这些人，还以为这些是来救援的冒险者，而房间里凯尔文和他的队伍正等着他们。对他们来说，打盗贼根本没意思，战斗狂更喜欢挑战勇者。战斗狂的主角实在太无趣，于是他决定好好教训下勇者，甚至为了更好的打败勇者，先击退了盗贼团，自己伪装成盗贼等着勇者来。见到勇者后，便开始讥讽混淆视听。他只是稍微教训了一下，就开始痛哭求饶，完全不像个 A 级冒险者应有的傲气。而且他说的也没有错，盗贼团那帮人其实都是 A 级的冒险者，他们连一句真话都没吐露。勇者们正中了他们的圈套，他们要以正义的名义去打败这个残忍的恶鬼。凯尔文大笑着说，来玩游戏吧，他要一个人挑战4个勇者，全力以赴的战斗，败者需满足胜者的一个请求。刀哉作为那种不用脑子的勇者，绝不会做出这种1对多的下流事，他要单独和凯尔文对决。莎娜立刻上前阻止，凯尔文的魔法力量不可估量，明显比他们强大，大家必须联手作战。凯尔文打算用胜者的权利，让勇者作为这件事的见证人，这可以让黑风盗贼团失去多莱森的保护，并受到相应的惩罚。他也真是费尽心机让他们全力以赴。至于队友们，当然是在一边吃东西看热闹。艾菲尔有点担心凯尔文，尽管勇者的级别低于他，但作为后卫，独自面对一整个团队确实太冒险了。而且每个勇者都有自己的秘籍，这场战斗就是为了测试他的弱点和他面对多个敌人时的战术。他的新装备恶石护臂就是特制的，有妖精的加持 buff。刀哉率先持剑冲向凯尔文，近战是对付法师的最佳方式。凯尔文挥出闪耀的长枪挡住前排的刀哉和莎娜，驯兽师奈奈的带中火龙向他喷火，但凯尔文用了敏捷魔法，瞬间避开火焰，绕到了后排法师阿雅后面，恶石护臂猛击他的背部。阿雅像被雷击中一样倒地。恶石护臂是用比克托尔的装甲制成的吞噬装备，能够通过接触复制对方的能力，每只手装备一件，最多复制2种技能，但新技能会替换旧技能。凯尔文一上来就复制了阿雅的并行思维。顺便说一句，莎拉也被凯尔文复制了一个技能，发现后排有尸马上回头支援，但凯尔文轻巧一跳就躲开了他的攻击范围。莎娜帮奈奈掩护，让他给阿雅治伤。刀哉硬碰硬直接上了凯尔文，还没摸清敌人的底细就轻易放弃了人多的优势，真是说刀哉脑子有问题。可他也确实机智，跟凯尔文贴得紧紧的，不让对方有施法的空间。接下来的1秒钟，凯尔文一拳就把他的刀打飞了。不懂近战的法师不是好剑士，铁拳如雨点般砸向刀哉，凯尔文空手就把级别 S 的剑客刀哉逼退了。没错，凯尔文接的正是莎拉的 S 级格斗技巧。看到莎娜来帮忙，凯尔文也不愿多战，迅速后撤，释放出绝壁城墙来防守。这可是他的顶级防御魔法，连莎拉都得打好几下才能破。莎娜深呼吸，使出了斩铁拳这一招，一刀就把那城墙给劈开了。但这只是凯尔文的幌子，城墙一消失，火海就向莎娜扑过来。刀哉挡在莎娜前面，被火焰的冲击力吹飞了几十米。为了保护莎娜，自己也受了伤。看到刀哉还要冲，莎娜直接给了他一个耳光。凯尔文挺尴尬，打了一半的队伍内斗怎么破？他们4个原是同校的挚友，课堂上聊天聊到一半，突然出现了反阵，然后就被带到了异世界。一开始莎娜很是焦虑，好在有伙伴们在，但刀哉总是独自冲在前头。刀哉确实勇敢正直，但这还不够，没有伙伴和团队的力量打不过魔王。记得他们都是勇者，刀哉终于学会不再孤军奋战，开始和伙伴们共同行动。无聊的凯尔文终于等到了再战的时机，对方竟然耍阴的来了个偷袭，光妖精的加持让凯尔文瞬间失明。奈奈用冰魔法冻住了他的脚，阿雅施加重力 buff 限制了他的动作。刀哉和刹那见状立马冲了过去，这招配合真是出其不意。他突然在自己脚下施展地裂术，一声巨响把刀哉和刹那震飞了。要不是防护魔法，真会受伤。凯尔文驱散周围的烟尘，中心的他竟然一点事都没有，还在那儿对他们评头论足。后排的2人刚放完干扰法术，为啥不趁机再追加点输出呢？莎娜的打法也太简单直接了，其实可以试试配合步伐。最让人头疼的是刀哉，什么时候才会用双刀呢？刀哉汗都下来了，没想到被一个小贼逼得要使出看家本领，圣剑1分为2变成双刀。刀哉和莎娜又冲向凯尔文，奈奈施展了顶级兵法，
好几根冰柱把凯尔文锁住。阿雅召唤出巨大黑尸鬼，黑魔法凝聚在手中向凯尔文砸去。凯尔文这下看起来挺危险，但他看起来还挺兴奋的。2个巨大的土神像挡在前面，凯尔文身边突然出现好几个魔法阵。阿雅觉得不妙，凯尔文竟然用上了创造魔法。通常创新魔法需要很多时间，但凯尔文有了并行思考能力，可以快速整合所有想法和法阵。沙奈用剑砍掉2个巨响，但一切都晚了，魔法已经成型。一种新的魔法将冰柱全打碎。沙奈把天布融入剑法攻向凯尔文，但凯尔文反应更快，一拳就把他击退。阿雅让大黑尸鬼的拳头带上特殊效果，虽然难缠，但比莎拉还差点意思。凯尔文又是一拳把阿雅也放倒。奈奈骑着火龙开启护盾帮刀灾争取时间，结果被凯尔文的束缚和冲击波打下来。刀灾更不用说，队友倒下后他怒不可遏，凯尔文一套组合拳把他也打晕了。作为勇者，他的直率和信念没错，但不应该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别人。如果没实力就别空谈梦想。刀灾晕倒后含恨不已，醒来就看到那个穷凶极恶的盗贼正抱着个小姑娘，真是下作，竟然连小孩子都不放过。这时凯尔文才跟他解释了情况，原来他是来救人的英雄。勇者一脸懵逼，明明自己也是来冒险的，为啥还要打架呢？这时刀灾突然明白了，赶紧跑到凯尔文面前一跪求师从。没想到凯尔文竟然真的愿意教导他们，他们不仅输了比赛，连做人都输了。他欣然接受了惩罚。凯尔文笑着说，那就开始吧，赢了你就是王，输了就得脱衣服。打败了勇者之后怎么办？当然是让他们脱衣服表诚意。凯尔文打败勇者后，首先让他们玩脱衣惩罚游戏，然后是迷宫里的巨型章鱼，这其实也是对勇者的特殊训练。这4个勇者都是被召唤来的，他们不仅是同乡，还是队友，提高他们的等级再战一次也是个好主意，费了不少劲。这几个勇者终于将大章鱼打败，艾尔菲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餐。魔王复活后，迷宫的头目也变强了，连打个大章鱼都这么辛苦，如果对上 S 级的迷宫头目怎么办？刀灾说的实在打不过就逃呗。莎拉这时从水里钓起了 S 级的邪龙，凯尔文问他真的确定吗？如果他们逃了，周围的居民会遭殃。刀灾说自己不会打没把握的仗，也不会让朋友白白牺牲，所以他宁愿被误解，回去好好策划，做好万全准备再战。凯尔文笑了笑说，你小子还不错，切莫忘记这份觉悟。然后他也加入了打邪龙的行列。勇者们准备离开朵吉拉前往西大陆，于是2边就这样告别了。凯尔文送给他们护身符作为离别礼物，这些装备不仅能提高属性，还有隐藏功能。西大陆的利泽亚帝国曾毁灭过杰拉尔国，凯尔文为了伙伴们正在筹划对抗帝国的策略。杰拉尔被这份决心感动了，最初这个愿望他只敢暗自思忖，随着队伍的壮大，他们现在已经能够挑战 S 级怪物了，这个愿望也开始觉得可以实现。等到他们挑战过这片大陆的高手后再出发，他们接连击败黑风和 S 级怪物，这都在凯尔文的预料之中。国王为此特别召见了他们。说起朵吉拉的第1任国王，他和勇者一样也是异世界来的。大家都知道异世界的转生者多来自日本，因此这里的城堡也采用了日式的建筑风格，内部装饰着一片片榻榻米，连女王的名字藤原也是日式的。由于他们讨伐黑风和怪物的功劳，女王决定对他们进行奖励，无论是金钱、地位还是名声，只要他能给的都不吝赐予。但凯尔文坚持他只想要大米的采购权，他们毕竟是自由的探险者，过度的荣耀反而会成为束缚，不如用一顿美味来交换更加值得。听到这些，女王忍不住大笑，她原以为凯尔文会像多莱森的英雄那样贪心，何止是大米的采购权，凯尔文想要多少女王都愿意给。随即为他们安排了一场豪华的晚宴，凯尔文吃到米饭简直幸福的要飞起来。莎拉他们对这种罕见的日式料理也赞赏不已，因为女王的热情好客，他们在朵吉拉又多留了几天。艾菲尔甚至完全掌握了日式料理的技巧，还做得非常美味，甚至赢得了女王的心。他拥有 S 级的烹饪技巧，女王希望艾菲尔能留下来，但未能如愿，于是开始考虑让凯尔文成为赘婿。凯尔文却没这份闲心，他们还要回帕斯继续对抗怪物呢。女王特地同意他们，用了个能即刻传送的门，传送门得有强大的魔力和双方管理员的同意。工会长里昂已经在凯尔文的冒险证上盖了他的印。一回到帕斯，凯尔文首先是去买了房子，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，大伙儿都选好了自己的房间，关键是这房子还能洗澡。凯尔文找来以前在盗贼团救出的母女帮忙打理家务。晚上洗完澡，凯尔文感觉到菜单小姐回来了，现在有了一只的梅露菲娜，也能被凯尔文召唤了。凯尔文展开魔法阵进行召唤，一位美丽的女神在他面前出现。看到女神的那一刻，凯尔文激动的开始流眼泪，真是他喜欢的类型。凯尔文梦寐以求的女人终于来了，菜单小姐成功被召唤，她是负责转生的女神梅露菲娜。作为召唤的奖励，梅露给了凯尔文一朵小红花，这是女神的保佑，有2大功能，每个月可以完全避免1次致命伤害，最厉害的是可以召唤勇者。一旦有了实体，莎拉就和梅露在练习场上展开对决。
两人战得旗鼓相当，他们都想赢得和凯尔文共眠的机会。提到勇者，凯尔文就想到那些被他打败的勇者团。究竟什么才是勇者？打败魔王也不见得非得要勇者，比如 S 级的冒险者，或者东大陆最强的温家兽王。一边给莎拉和梅露治疗，一边心神不宁。他在思考为什么世界上需要勇者。在讲勇者地故事前，首先得好好解释一下魔王。魔王的存在是这个世界不变的周期性规律，下一个魔王的出现方式谁也预测不了，连女神本人也摸不着头脑。历代魔王身怀一技之长，天魔波旬这一招让他们的恶意蔓延，可以彻底扭曲人心，甚至能抵挡任何攻击，简直就是天生的无敌模式。这种时候就得靠异世界勇者出手了。异世界来的人带着特别的力量，能够抵消魔王那种无敌的特性。这么一来，凯尔文这种异世界来客也能发挥作用。真的需要勇者的名号吗？话是这么说，表面工作还得做。凯尔文记不得召唤前的事，所以他很快就适应了这里。但像刀哉他们这样的勇者，是单方面被拉来的，还给他们加了勇者的枷锁，这样对吗？凯尔文因此在召唤勇者上犹豫不决。这时梅露建议他试试转生召唤。召唤异世界人分为转移召唤和转生召唤。转移召唤是把活人直接拉过来，转生召唤则是召唤死者灵魂，再给他们一个新的肉身。就像刀哉他们和凯尔文的不同，转生召唤要花大量 MP， 不适合召唤多人，但能召唤出像凯尔文这样高能力的人。还可以随意选择技能和赠品，甚至改变外表和年龄。不过召唤来的灵魂完全是随机的，这能让凯尔文减轻一些负罪感。虽然机会只有一次，但这权利是不会消失的。没纠结太久，凯尔文决定要召唤勇者。多一个伙伴总是好的，如果连勇者都搞不定，那只能说明他的能力有限。凯尔文把伙伴召回体内，充满 MP 后开始召唤，他自己只留下1点 MP。所有的都用来召唤一个人，要召就召唤最强的，这才符合他的风格。巨大的魔法阵在地下展开，凯尔文开始了无休止的等待。挑选技能用了些许时间，一道光芒闪过，凯尔文眼前现身的竟是个小姑娘。得知自己重生在了一个新的世界，小女孩兴奋极了。天使之前已经向她解释过一切，凯尔文刚要为无理召唤她道歉，女孩突然哭泣着对他表示感谢，累得直接在凯尔文怀里昏倒。此刻凯尔文正自我怀疑中，这小女孩真的能成为英雄吗？梅露劝他别担心，她确实是他费尽心思召唤的勇者。下一刻，凯尔文也因魔力耗尽倒在地上。前世的理应是个经常生病的孩子，此后没想到竟然转生到了异世界。理应迫不及待地冲出去享受新生活，即便跌倒也笑得很开心。凯尔文担心他适应不了，还特地去安慰他，他也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，由于神的失误，死后被带到了这个世界，为了换取技能丧失了前世的记忆。一开始他也很迷茫，但更多的是满心期待，必在众人帮助下才走到今天，找到了一起作战的伙伴们。历经一次次的战斗，当他回过神来，已是帕斯顶级的极冒险者。理应听得心潮澎湃，这就是那传说的异世界吗？凯尔文对于随意将理应召唤过来仍觉内疚，表示如果他不乐意可以把他送回去。理应立刻拒绝了。在原世界里他一直病弱，几乎没离开过病房，他唯一的娱乐是读那些冒险小说。对于只能从窗户看世界的他来说，这是他的精神支柱。他从不知道生命的意义，多亏凯尔文他得以重生，这次他有了健康的身体，可以到处跑跑冒险，非常的幸福。因此他希望能成为凯尔文的伙伴。凯尔文把理应当做了妹妹，欢迎进入剑与魔法的奇异世界。凯尔文半夜醒了，左边躺着莎拉，右边躺着梅露，理应则蜷缩在被子下面。正常的妹妹会不会爬到哥哥床上呢？这只是享受着幸福的时光。一大清早，凯尔文带着全家前往暗子之森进行迷宫历练，连家里帮忙的人也带上了。凯尔文家的佣人得会些战斗技巧，家里虽然有魔像守着，出事了也能应付得来。没打过魔兽也没事，只要坐在迷宫入口就可以了。他拥有经验共享的能力，这技能能把打败敌人的经验平分给队伍里的每个人。莎拉、杰拉尔和史莱姆在迷宫里辛苦工作，他们在外头轻松赚经验，很快他们的等级都升到了10级。艾菲尔发现一只孤单的野狼，他正慢慢靠近他们。凯尔文让艾菲尔引他进来，不一会儿，一只凶猛的恶狼就站在他们面前。凯尔文用中风压把野狼压倒在地，简单减少了他的血量后轻松驯服。放出来后，他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大狗狗。艾菲尔又发现了乌尔德先生的队伍，他们也在向这边靠近。看到凯尔文带着妹子出来游玩，乌尔德的队友羡慕的不得了。他们其实是来完成升级到 B 级的任务，而凯尔文却是在这儿跟一堆美女约会，这是不是就叫做人生赢家？
单身的队友感到心痛万分，连结了婚的队长都不愿意搭理。正巧打怪归来的莎拉他们出现，听说乌尔德来这里是为了讨伐魔物。莎拉和杰拉尔表情尴尬，因为他们已经把这片森林的魔物清光了。凯尔文只能跑去向乌尔德道歉，乌尔德自然不会介意这些小事，还夸凯尔文他们队伍实力强，真不愧是即将参加 S 级升级测试的队伍。凯尔文和李英一起在院子给狗狗洗澡，他的升级总是不走寻常路，这次是头一遭正儿八经的参加升级考试，给狗狗戴上了名牌项圈。阿历克斯正式成了李英的伙伴，在众人的呵护和教导之下，李英迅速升到了65级，和大伙的关系越来越好，很快就适应了异世界的日常。一个夜晚，莎拉发现有一个14人小队正向他们家走来，这些人等级不高，顶多20几级。于是凯尔文让李英带阿历克斯去练练手，他会命令守门的巨象让路，李英要做的就是击退那些潜入的闯入者。史莱姆给了李英一个分身，这让他能够接入凯尔文在手下们中分享的网络信息。凯尔文又给李英配了一把强化的密银剑，这是他的第一场战斗，就让他们看看李英的实力吧。袭击的是多莱森派来的刺杀队，李英的剑法还很生涩，但他毕竟有着 S 级的天赋，很快就把侵入者统统解决，完美的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任务。凯尔文看着女儿成长的样子很是欣慰，让史莱姆治好伤害后把他们绑送到工会，随后迅速处理掉藏匿的首领。与此同时，在多莱森城，多莱森的皇帝正召开圆桌会议，因为安排在朵吉拉的那帮盗贼被捕，他们国家的秘密勾当全被揭露了。朵吉拉和德拉米斯已经开始结盟，国家现在处境非常棘手，稍有不慎就可能遭三国围攻。魔兽团的将军托利斯坦建议开战统一大陆，龙骑团的库拉德皇子表示赞同，他和加温的士兵有过几次冲突，并不觉得对方有多强，而骑士团的丹将军和暗部的特修拉公主则表示反对。当前票数2平，缺席的克莱夫将军的一票将是关键。骑士团副官无奈前往魔法骑士团总部，守卫的女兵们表情木然异常怪异，推门一看，里面的场景简直难以置信。副官催克莱夫快去参加圆桌会议，没想到对方一开口就问：“你觉得我好看吗？”此刻凯尔文正带队在森林中前进，他们正前往精灵村。刚进森林，艾菲尔就感到一种温暖的熟悉感，毕竟他也有一半是精灵血统，可能是精灵血脉的作用。凯尔文之所以去精灵村是接了个任务，是兽国加温的兽王交给他的，莱因哈特亲自指派的任务。这对凯尔文而言是他的 S 级竞技考试，晋级 S 级必须的一个条件就是需要得到国王的认可。梅露向大家透露了那位兽王的信息，年纪轻轻就开始外出历练武术，还将自己的冒险者等级提升至 S 级。这消息一出，凯尔文立刻激动起来，见大家都在笑他，赶紧解释：“我真没打算和他一决高下。前往精灵村是兽王给凯尔文的考验，那里据说出现了 S 级的怪物。凯尔文的任务是保护村庄安全。根据过去的经验，这件事肯定和多莱森有关。艾菲尔和莎拉也觉得要小心为上，以防不测的袭击发生。”莎拉的话音刚落，突然一箭飞来，还好只是个误会。精灵们误以为他们来侵犯，看到凯尔文展示的文件后，他们才收起了武器。原来兽王已经事先通知过他们了。精灵长老缓缓走来，拄着拐，但看到艾菲尔时，瞬间露出惊讶的表情，直接问他：“路米路，你怎么还活着？”在讨论正事之前，长老先讲述了那位和艾菲尔长得极为相似的路米路的故事。20年前，这个精灵村还住在西大陆的一片森林里，那天突然被火龙王攻击了，他要求交出那个侮辱他的精灵，谁也没搞清楚具体是怎么一回事。村子扛不住火龙王的怒气，路米路站了出来，他想用自己的命换村子的平安。火龙王说只要他做他的新娘，就答应放过大家。于是他带走了路米路，大家本以为村子能够平安无事，但几年后在森林的深处找到了路米路的遗体，大家担心火龙王会再次来袭，于是把村子迁到了现在的位置。看来路米路是艾菲尔的妈妈没错，但火龙王应该不是他爸爸，因为只有精灵和人类的结合才会有半精灵。大家得知路米路的经历后，都来安慰艾菲尔，他现在有了可靠的朋友，想必他妈妈知道了也会感到安慰。他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保护村子。长老和凯尔文说，魔物已经攻击了我们3次，看起来他们只是想带走精灵，并没有真正破坏什么。凯尔文向长老提出了一个请求，想对村子做些小小的改动。长老当然没有拒绝他。那天晚上，魔兽团又一次准备攻击，光头佬一边带兵一边取笑加温，还没说完，2个骑着牛头人的士兵直接被射死了。接着是一阵密集的箭雨，而且箭无虚发。光头佬急忙让部下躲到魔物后面，这些箭是艾菲尔从远处射来的，
他用的是凯尔文新做的武器，是 S 级的隐形弓，只要加点魔力，无论多远都能命中，而且箭矢飞行毫无声息。村子周围已经被梅露用轻魔法做的虚假迷雾覆盖，加上了凯尔文改造过的地形，即便敌人真的逼近了我们这里，也闯不进来。凯尔文已经为每个人安排了任务，杰拉尔专心负责防御，其他人自选对手应战即可。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，凯尔文露出狡黠的微笑，宣布战斗开始。主角一出手，敌方必败。一名士兵摔跤般的跑去向指挥官报告，他们的前锋部队已被全歼，连那位光头大队长也落入敌手。竟然只是一支小小的冒险队伍，仅有3个女士和1只影狼，他们束手无策。指挥官镇定地取出号角，别担心，我会让主力部队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接着就见到3个女士和1只影狼慢悠悠地走来，他们居然这么快就冲到敌营了，这还要感谢那位士兵提供的指路。指挥官看到这一幕，马上吹响了号角，呼唤出 S 级魔物巨人之王。他对这个巨人充满信心，因此当他看到仅有1人和1狼前往时，非常愤怒，大声质问你们究竟亲是谁。其实梅露只是想给李英一个试炼，如果他能单挑巨人王，证明他也能独立作战。如果我也去的话，不小心秒杀巨人王就尴尬了。李英和影狼径直向前冲，一剑挥下不留半点痕迹，剑身甚至直接粉碎。李英无奈撤退，让史莱姆吐出3把全新武器给他，启用3刀流技术，再次与影狼一起沿着巨人的手臂向上冲，右手持魔剑卡拉德，左手握尾圣剑维尔，加上影狼嘴中的致命一击剑，三者合力展开终极3刀流霹雳轰剑，连索隆看了都要点赞。但就在巨人倒下，李英稍显松懈时，指挥官突然高喊解放形态，巨人王立刻被猛烈的火焰环绕。不过李英经常接受，正是艾菲尔那级别的火焰训练，炼狱的火焰对他来说小菜一碟。他拿着双剑就跳上巨人王的背，电光四射把巨人王全身缠住，最后巨人王身上爆出耀眼的光芒。李英跑回梅露那儿等着表扬，指挥官跪地上绝望的不行，只是一个小屁孩，怎么就把他们的魔兽团给打败了？同时凯尔文和艾菲尔也在那儿夸奖李英的进度。突然一道光炮射过来，根本没给他们反应时间，但烟雾一散，他们俩没事。关键时刻，凯尔文替艾菲尔挡下了这一击，然后就听到一个嗲嗲的声音：“哎呦，还没挂呢。”帅气的克莱夫带着手下出现了。凯尔文一看这情况就来劲了，他能感觉出来，这家伙一看到美女精灵就腿软，直接就要求人家艾菲尔当他奴隶，活该挨揍。凯尔文发现克莱夫在对艾菲尔用魅火，他马上介入阻止，然后宣布主权，别动我的女人。克莱夫被这种二病打动，质问凯尔文这话你说得出口？但凯尔文已经看穿了对方，绿魔导士等级80高的明显是转生者，肯定也是捏脸捏了好久。俗话说乡下人遇上乡下人，两败俱伤。凯尔文先叫艾菲尔撤退，然后一挥武器就把克莱夫打退了，快速投掷出4把螺旋剑。克莱夫急忙撑起防护罩挡，那些剑在凯尔文的指挥下又飞了回来，不断在防护罩上打转，但就是没法穿透。克莱夫最后把剑全部震开，凯尔文不知何时也被克莱夫的手下缠上了，那些空洞的眼神说明克莱夫对他们也用了魅火。现在变成了5对1的局面，凯尔文的局势不妙，克莱夫正得意地告诉他要机智点，那时一支箭矢疾飞而来，直击他的护盾穿过去。克莱夫惊呼这剑怎么能穿透护盾？这时他才发现是艾菲尔在暗中射箭，抬头再看凯尔文，那些螺旋剑已经各自找到了新主人，这些是凯尔文依据黑土巨神的原型制造的魔像，他们被赋予了灵性，不仅能动还能施法，现在可以1对1正面交锋了。凯尔文只是他们手下留情，这样等下还能帮那几个解除魅火。现在真正的男主和假男主的对决正式开启，两人在空中的动作快得让人眼花缭乱。克莱夫有护盾，敢于更放肆，只是随便闪躲那些光弹，还能轻松反击。看着凯尔文那利落的躲闪动作，不禁赞叹，还说如果他愿意可以收他为仆。同时发射多枚追踪光炮向凯尔文攻去，最后这些光炮合并爆炸。听到凯尔文拒绝后，克莱夫激活了邪王针眼，那你就去死吧，随口再放导弹，这些光炮化作无数光弹如雨下落，连带周围的小战场也被波及。克莱夫根本不担心误伤自己人，甚至说替代品随便多少都有，这种将同伴生命当儿戏的态度立刻触动了凯尔文的怒点，他决定与克莱夫正面交锋，凭借转生后获得的作弊技能在异界横行，这不就是大家的梦想吗？所以说当主角并非普通人所能。听克莱夫这样一说，真男主凯尔文大怒，他虽然也因新获得的力量而心情激动，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同伴仗着是转生者就自视甚高，忽视他人，这难道不是悲哀吗？两人一言不合就挥舞武器开战，2根法杖一进一手，克莱夫像往常一样展开了防护圈，凯尔文紧抓法杖猛地一挥，两者碰撞竟擦出满天电花，随
随后一束刺目的白光瞬间爆闪，克莱夫那张完美的脸上突现裂痕，他彻底崩溃了。破箱比破防更让他难以接受，凯尔文却是毫发无伤，只是那武器彻底报废了，其余部分被史莱姆一口吞下。气愤至极的克莱夫决定施展 S 级魔法，要让这无名小卒见识自己的真正实力。怒吼声中带着几分歇斯底里，法杖再次发功，周身罩上防护圈，防护圈上不断浮现出新的魔法阵，防护圈持续扩散开来，四周的一切都被强风席卷。这一招被称为螺旋超蓝臂。目睹那庞大的紫色能量团，凯尔文让史莱姆吐出新的武器，手中握着 S 级黑色法杖。凯尔文深呼一口气，他其实不想毁掉与艾菲尔关系深厚的森林，但眼下别无选择。他挥动手中的新武器大风魔神镰，镰刀上的宝石闪着幽绿的光芒，一刀劈向那庞大的气旋，刀锋直接穿透气旋，一分为二朝远方飞去，甚至连山头都被削去一角，气旋几乎瞬间就被驱散。凯尔文却觉得有些偏离了目标，心里盘算着下次应该如何调整。克莱夫一脸憔悴地倒在地上，他正好位于气旋的中心，无处可逃，双腿已经完全折断。就在凯尔文准备给无力还手的他致命一击时，克莱夫的身形突然消失不见，同时一道声音响起，混合魔兽团的将军托利斯坦终于露面了。他站在一只巨大的手臂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凯尔文，坦诚是他策划了对精灵村的袭击，还颇有风度地行了一个礼，仿佛那行为不是罪恶而是恩惠。凯尔文看不惯别人比他站得高，立刻飞上去超过托利斯坦，高度俯瞰他。那你也别想逃掉了，不过得先处理完克莱夫这个麻烦。托利斯坦显然不愿意，克莱夫对他还挺重要的，况且他也没兴趣现在就和凯尔文开战，一把抓起克莱夫就消失了，只留下一声有缘再见黑暗召唤师。解决完还有美女来安慰，这才叫做男主光环啊。梅露他们也完成了任务，他们守护了精灵村成功，这一搞敌人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来了。长老立刻让村里人准备庆功宴。杰拉尔看到艾菲尔就忍不住开玩笑，毕竟那句不许动我的女人真的很爱。艾菲尔听了脸红的要命。凯尔文这时候正好回来，梅露、莎拉、李英也都急匆匆的赶来。他们在赛跑，看谁能第一个得到凯尔文的赞扬。第一个得赞扬的自然是第一个到的。看着他们急匆匆的样子，凯尔文觉得好笑。本来就把我当成终点了，但李英用了个巧妙的魔法，第一个冲到哥哥面前，一到就开始得意的炫耀，今天自己干掉了个超强大的怪。凯尔文一个个表扬了大家，心里也有点感慨，一步走错，可能就变成克莱夫那样。现在的克莱夫真是够惨的，托利斯坦带他回去不是什么好事，他只是想看看转生者有什么特别的，还特地准备了一大堆被诅咒的武器，打算一个个试在克莱夫身上，为了他挺住不死，还特意准备了奶妈随时补血。探险小队在村里接受热烈的欢迎，大家热舞欢歌。凯尔文却一个人在小树林里发呆，他和克莱夫的相遇让他更珍惜和伙伴的情谊。他现在的目标就是变得无敌强到没人能打败他，因为他不想再有任何遗憾。这时艾菲尔拿着个小盒子走到他面前，盒子里装的是他妈妈留下的一个发圈。凯尔文自告奋勇要帮他戴上，他俩之间的空气都开始泛起了粉红色的泡泡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杰拉尔他们马上闯进来打扰了。一个小精灵突然扑上来，紧紧抱住凯尔文，使劲蹭了几下后爆笑起来。笑完他才告诉大家自己是谁，原来他是传说中的兽王莱因哈特。作为考官的他当场宣布凯尔文通过了 S 级考试，4天后会有一个正式的晋升仪式，届时他们还要和现役的 S 级冒险者来一场模拟战，简直就是全国都在庆祝的大庆典。凯尔文一听有模拟战就激动不已，还有这种好事，这位战斗狂早就迫不及待想要挑战更强的对手了。他们的冒险也暂时画上了句号。